从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00天。在这近3年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这个世界的巨变。而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普京政府再次摆出强硬态度，给俄乌战争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这将是结束的开始，还是开始的结束，我们不得而知。但过去的一切已经定格。今天我们不谈新闻，而是将2022年到今天俄乌双方的军事实力变化做一个对比。我们将通过数据告诉大家，这场战争在军事层面上到底打成了一个什么样子。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在兵力上的逐年对比。2022年初，俄罗斯武装部队的现役军人总数为90万人，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现役军人数量为19万6千人。从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二者是十分相近的，分别是6%和5%，这个比例略高于美国的4%，大致上和泰国阿联酋相当。而到了2023年初，俄乌战争1周年的时候，俄罗斯的现役军人数量突破了100万，来到了119万人，而乌克兰的军人数量则翻了3倍还多，达到了68.8万人。显然，乌克兰正在大量动员平民，训练新兵加入战场，而俄罗斯正在将预备役军人送往前线。又1年过去了，到了2024年的时候，乌克兰已经动员了超过80万人加入了战斗，还有40万预备役士兵蓄势待发，现役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2%，高居全世界第3位。从比例上来说，比同时期全民皆兵的以色列还要高。尤其是乌克兰在战前就存在老龄化和人口流失等问题，让乌克兰的适役人口进一步下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乌克兰的战争潜力已经到了现阶段的极限。不过，当我们来看俄罗斯那边的数据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虽然俄罗斯的总人口数是乌克兰的4倍还要多，但到了2024年，俄罗斯现役军人的总数只有110万，比起2023年来说，反而还减少了9万。数据不会说谎，这一数字毫无疑问地反映了俄罗斯目前在征兵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第一，普京政府为了强撑门面，坚决否认俄乌战争是侵略行为的同时，延续了叶利钦在车臣战争后留下的传统，义务兵不承担出国作战任务，即使是出国作战，一般也不会派往前线作战。实际上，俄罗斯政府心里也清楚，义务兵鱼龙混杂，服役时间也就1年，俄罗斯陆军又穷，缺乏训练之下根本形成不了战斗力，因此自然也不会做这个赔本的买卖。既然义务兵不出国，征兵难的第二个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随着俄军在前线屡屡失利，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俄乌前线根本就是一个绞肉机，其战斗烈度之大，即使在近线的也是数1数2的。如果不是穷的没活路，或者本身就是重刑犯，指望在战场上赎罪，任何正常人都不会想着去俄乌前线送命的。俄罗斯设置的征兵站和漂亮的征兵广告根本就是死亡陷阱。因此，从2023年开始，普京政府就开始不断提高入伍的福利待遇，尤其是提高一次性发放的入伍奖励金，更是摆明了要百姓为他卖命。梅德韦杰夫在2024年7月声称，俄罗斯国防部平均每天招募1000人。然而，在乌克兰和库尔斯克州的前线，俄罗斯军队每天的平均伤亡就要超过这个数字。最后，要说最了解俄罗斯军队的，还得是俄罗斯的百姓。他们对于俄军的僵化和腐败必然早就心知肚明，尽管面临着人力短缺的困境，俄军的战术指挥系统仍然僵化不堪，这一点我们之后还会提到。至于乌克兰那边，我们前面说过，乌克兰在战前满打满算只有不到20万的兵力，现如今再加上预备役，已经超过了100万。对一个总人口不过3-4千万的国家，我们很难想象目前乌克兰的社会状态。2024年10月，半岛电视台曾报道称，乌克兰军队在今年因逃兵而被起诉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万人，大致和2022、2023的逃兵数量总和相当。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疲惫导致的士气低落，由于兵员短缺，前线战斗强度又大，连日的战斗导致士兵们得不到休息，许多乌军士兵不得不从一场战斗打到另一场战斗，再加上俄军连番轰炸乌克兰平民建筑，导致战士们心理压力极大，出现逃兵现象也并不算罕见。而从客观上讲，目前乌克兰军队内部有着大批量刚刚加入军队不久的新兵，他们缺乏军事训练和经验，并不适合上来就投入一线战斗。
但问题是，乌克兰境内已经没有后方了，他们必须奔赴前线保家卫国，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征兵越广泛，逃兵就越多，逃兵越多就必须征召更多的士兵。此外，乌克兰最高拉达也放宽了对逃兵的惩罚措施，只要士兵愿意返回岗位，就可以既往不咎。对此，我们只能说，无人生来是战士，但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勇士值得我们尊敬。看完了俄乌双方在士兵数量方面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装备上的变化。请注意，根据我们的信息来源，这些装备损失数据仅包含有照片或视频证据的，因此不论是俄罗斯的装备损失数据，还是接下来乌克兰的数据，都比真实数字要小一些。首先是地面上的各种载具，在2年多里，俄罗斯一共损失了超过19180台各式地面载具，其中有14308台被彻底摧毁，815台受到损坏，1065台被俄军主动放弃。乌军俘获的俄军车辆则有2992台。这些数据之中，如果去掉侦察无人机和卡车，则是14943辆，其中被彻底摧毁的占了2/3还要多。而最令人震撼的则是装甲车辆的损失，各式坦克和步战车、运兵车等加起来超过了1万辆，其中仅是主战坦克就有3578辆之多，其中不乏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坦克。因此在这里，我们将以主战坦克为例，对双方的损失进行统计和分析。首先是俄罗斯军火库中最先进的坦克特 90M， 它在乌克兰战场上共计损失了117辆，如果算上特 90A、特 90AK 和特 90S 的话，这个数字将会来到171辆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呢？在战争开始之前的2017年，俄罗斯政府与特 90M 的供应商乌拉尔机车车辆厂签订了为期5年的订单，其中包含了270辆特 90M 的生产合同。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废弛，乌拉尔厂技术和产能都是严重不足的。在2022年年初之前，特 90M 的年均产量约为40辆，当年能够投入现役的数量约为67辆。根据俄罗斯官方的消息，自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开打以后，俄罗斯又想方设法，乌拉尔厂又想方设法，交付了最多260辆。不论如何，俄罗斯最先进的坦克目前至少损失了1/3到1半，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虽然特 90M 不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政治价值上都具有特别的意义，但由于数量并不多，对俄军装甲部队造成的损失可能更多还是心理上的。但特80和特72系列作为俄军保有量最大的坦克，它的损失则是实打实的对俄军装甲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总共损失了1014辆特80系列坦克，1606辆特72坦克。2022年9月，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周围发动反攻，打得俄军最精锐的坦克部队第4近卫坦克师抱头鼠窜，仓皇逃回了国内。这支部队和另一支第2近卫摩托化步兵师，也就是俗称的塔曼师一起，加起来组成了俄罗斯近卫第1坦克军的主要力量。近卫第1军作为俄罗斯西部战区最精锐的部队，坦克数量满打满算也不超过1000辆，也就是说，仅是被乌军击毁的坦克就足以武装2到3个整编集团军。另外，观察国际智库对俄罗斯坦克数量的推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前，国际上一般认为俄罗斯大概拥有9000辆以上的特72、3000辆特80以及600辆左右的特90和特 90M， 仅是封存的坦克就有将近1万辆。但到了2023年，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我们发现俄军可用的坦克数量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对俄军库存的估计数字也从1万多辆腰斩到5、6千辆上下。考虑到库存的这些坦克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苏联时期的库存，而苏联末期到俄联邦早期，瞒报贪腐十分严重，我们很难不对此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联想。当然了，这也有可能是国际智库专家们的误判。考虑到俄罗斯的混乱程度，具体有多少坦克，恐怕只有老天爷才能知道了。说完俄罗斯，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这边的情况。相较于俄罗斯，乌克兰这边则总共损失了7107台各式车辆，其中约5000辆被彻底摧毁，1100辆被俄军俘获，剩下的被损坏或抛弃。主战坦克的损失则有800多辆。我们仍然以它为线索，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比较。在2022年的时候，乌克兰共计装备了858辆主战坦克，其中的绝大多数是经过现代化改装的特64和特62，总计约693辆，还有133辆特72系列以及5辆特84坦克。
到了2023年，乌克兰现一共有953辆主战坦克，而到了2024年，乌克兰所拥有的主战坦克数量变化不大，还有937辆。根据数据来看，乌克兰损失了共计492辆特六4，原乌的豹式坦克里有7辆豹野5、22辆豹 2A4 和20辆豹 2A6 受到损坏，另外还有16辆 M1A1SA 艾布拉姆斯，2辆挑战者被击毁。不难看出，乌军的特六4和特六2正在被快速消耗，占了总击毁数的一半以上。总的来说，乌军的装甲部队基本上经历了一轮大换血，在库存都被打光的现在，必须依赖欧美的援助，才能维持目前的坦克编制。不过，考虑到在俄乌战场上极少有坦克和坦克之间的正面对决，乌军和俄军之间巨大的交换比，并不能直接说明乌克兰军队能够在装备和人员都不利的情况下取得战术上的优势。尤其是远程大口径火炮和无人机的大量使用，让俄乌战场的装甲战斗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自杀式无人机并不好统计，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双方自行火炮的损失数据。在2008年的时候，俄罗斯拥有大量老旧的苏联时期自行火炮，仅 2S1、2S2 和 2S5 这3种加起来就有5000多门，总数更是超过了6000门。但到了2021年开战前，俄罗斯在引入了一大批现代化火炮的同时，总的自行火炮数量却在大幅度的减少，2113的总数还不到10年前的1/3，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的 2S1 和 2S3 自行火炮被俄军拆除或转入仓库储存了。可以看出 2S1、2S3 和 2S5 甚至包括 2S7 在内的老式火炮已经逐渐退出了俄罗斯的自行火炮序列。不过我们也能从数据上看出 2S33 和 2S35 的生产显然并不是十分顺利，有可能是在为其他工业生产让出产能，也有可能是由于一些关键设备遭到制裁无法获取，导致生产不得不停滞了下来。总之，俄军显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用新型自行火炮来武装整个军队。在可以预见的近几年里，俄军必须继续使用苏联时期的自行火炮。截止到今天，俄罗斯一共损失了855辆各式自行火炮，其中包括了136辆 2S1、178辆 2S3、78辆 2S5、222辆 2S19、50辆 2S33 以及31辆 2S7。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损失是十分惊人的，基本上占据了现役俄罗斯自行火炮的1/3。从数据中我们也能看出，俄军更偏爱使用远程大口径火炮，因此 2S7 的数量反而有所上升。截止到2024年，俄军还保有1600门左右的自行火炮，比起刚开战的时候要少了1/3左右。但俄罗斯的库存当中仍然保留有大量苏联时期的自行火炮，据估计高达3610辆。虽然并不一定都能用，但并非拆开包装就能拉上战场，但也是俄军战争潜力的一部分。当然了，俄军的自行火炮库存可能和主战坦克有着相似的问题，具体仓库里装了多少，谁也不知道。而乌克兰这边情况则有点不太一样。乌克兰在2021年开战前拥有大约600门苏联时期的自行火炮，但到了2022年结束的时候，这批火炮里就只剩下了300门。2022年，北约也向乌克兰方面援助了一些自行火炮，但这里要重点说明一下，北约援助的乌克兰的大口径火炮并不是不好，他们不论是从现代化程度上，还是从战绩水平上，都显著高于那些冷战时期的老古董。但北约和乌克兰的炮兵之间存在着一个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乌克兰炮兵原来使用的口径和北约口径不兼容。战前乌克兰使用的都是苏联系统的火炮，以122和152口径为主，而北约援助的则大多是155口径的榴弹炮系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乌克兰都必须大规模依赖欧美的炮弹供给，这无疑给乌克兰的炮兵单位带来了不必要的后勤困难。总的来说，乌克兰方面损失了431门自行火炮，开战前的600多门只剩下了一半左右。目前根据估计还剩下约566门火炮，具体数据我们列在这里供大家查看。通过上述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在战损比方面，虽然乌军占据优势，但从装备消耗的环比来看，双方3年前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都只剩下了一半左右。而在新装备的补充上，乌克兰凭借欧美援助，陆军武器方面并没有显著下降。俄军虽然在总体规模上仍然处于优势地位，但继续这样打下去，俄罗斯库存里到底还能提出来几个坦克，也是一个问题。管中窥豹的看完了陆军，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俄乌双方的空军。我们主要考察比较有对比意义的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攻击机的数量。
首先是乌克兰这边，在战争开始之前，乌克兰拥有约70架战斗机，包括36架米格29、34架苏27，另有14架苏24M 战斗轰炸机和31架苏25攻击机，相对来说是比较寒酸的。因此，乌克兰空军在整场战争中的重点，并不是主动出击和提供密接支援，而是被动防御俄军的空袭，并作为远程巡航导弹，例如风暴阴影的搭载平台来使用。而经过3年的战斗，家底儿本就薄弱的乌克兰空军，大概还有2/3的飞机保有战斗能力，具体数据仅供各位参考。注意，乌克兰空军应当还有8架 F-16战斗机，不过我们并没有把它算在这里面。总之，无论如何，从数量上来看，都是不及俄罗斯空军的。俄罗斯这3类飞机的总数则超过了800架，仅战斗机就有185架，其中的绝对主力是米格29和米格31，以及2到3个中队的苏27。战斗轰炸机这边有420余架，主要由苏34、苏35和苏30 SM 组成，专职对地打击的任务则由苏25和苏24担任，共有264架。到了2024年，尽管被乌克兰击落了不少，但俄军飞机的总体数量却有所增加。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主要的飞机数量增加出现在战斗机上，而俄军在前线执行最多也是最危险的任务，其实是由攻击机和战术轰炸机执行的。在过去的2年里，俄军的苏34的损失数量约占俄军总保有量的20%，损失不可谓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大约1个中队的苏57新进入役，目前暂未有被击落的报告。但在今年6月的时候，俄罗斯阿赫图宾斯克机场上停放的一架苏57似乎遭到了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攻击，暴露了俄军防空的脆弱性，这也是目前唯一一架确认损失的苏57。至于海军方面就没有分析的必要了。当初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扣押了乌克兰的许多军舰，此后的乌克兰海军旗舰只能由一艘风暴海燕级护卫舰担任，并在2022年战争爆发初期自沉于尼古拉耶夫。而俄罗斯黑海舰队莫斯科号潜艇的故事想必无需过多介绍。1991年，苏联在一片混乱中走向了解体，前苏联加盟国成立了15个新国家，新的边境线形成了，但这些国家的居民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俄罗斯人。苏联解体30年后，许多前苏联地区的人们仍然没有从红色帝国一朝倒塌的阴影当中走出来，社会巨变带来的迷茫和痛苦让许多人将苏联时期的记忆美化。然而，对于那些俄罗斯人来说，他们绝不是要尝试着去重建苏联，更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定义的，恰恰是苏联的对立面，一个以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特色，兼具浓厚东正教保守主义色彩与沙皇俄国霸权主义的俄罗斯帝国。事实证明，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短期战争，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称不上令人满意。随后，俄罗斯启动了被称为新面貌的军事现代化进程。而问题在于，相对较低的预算导致了俄军地面部队、空降部队和海军步兵是俄军各个军种中现代化程度最低的，但他们却是整场战争中毫无疑问的主力。2022年初的乌克兰战役暴露出俄军武装部队，特别是地面部队的结构性弱点。在行动的初始阶段，俄罗斯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多线推进。据估计，约有127个营级战斗群，总共15万的俄军参加了这场突袭，占据俄罗斯可部署的地面单位的75%，显然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推翻泽连斯基政府。俄罗斯政府的剧本写得很好，在欧美国家做出反应之前，造成既定事实，再以核讹诈和经济相威胁，将乌克兰迅速傀儡，完成新俄罗斯帝国的西扩，在目的和具体事实上与2024年占领克里米亚相类似。然而，由于乌克兰地域辽阔，又有前车之鉴，再加上俄军自己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结构性问题，导致这次突击可以说是漏洞百出。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功迟滞俄军推进后，这场声势浩大的多线突击就在实际上陷入了瘫痪。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俄军不论是物流后勤水平，还是总参谋部的规划能力，还是基层的执行能力和情报能力，都显然达不到世界一流军队的水准。其信息化和一体化程度之烂，战术思想之落后，令世界各国叹为观止。战争开始的时候，俄军对乌克兰民众的态度评估非常差劲，同时也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期间与乌克兰军队作战的相对成功，低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此时，俄罗斯发动的闪电战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一旦前1个星期的进攻不成功，俄军要如何把这出戏唱下去。除了参谋们在战役规划上的问题之外，俄军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例如，俄罗斯虽然此前每年都会举行大规模演习，大量使用各式火炮、火箭炮和陆军航空兵等，但在2022年的猪突猛进中，俄军的进攻缺乏炮火支援。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俄军竟然没有抢到制空权。这不是因为乌克兰空军和防空力量有多强，而是俄罗斯空军根本没有被调度起来。让人不禁联想，如果这并不是俄军过于自信，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各军种之间也存在着明争暗斗？总之，俄军的推进计划并没有计划中的那么顺利，许多部队在行动的第1个月就失去了战斗力。而普京政府也明白兵贵神速的道理，更何况他急于用战场的成果说服国内外舆论，让世界相信俄军有能力控制局势。这就意味着，在高强度突击中，疲惫不堪的俄军部队几乎没有恢复和重整的时间。此外，俄军士兵的整体质量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虽然入侵格鲁吉亚以后的俄军在和平时期的训练和整体专业程度有所加强，但实际上来说，缺乏监管、腐败问题严重，以及合同兵和义务兵的快速更迭，严重影响了俄军单兵的质量。如果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俄军在第1年的突击中损失掉了大批优秀士兵，而随着2线预备役人员和后来动员的士兵的加入，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的问题就被凸显出来。更何况，就算是精锐的禁卫军，战斗意志也惊人的薄弱。2022年9月的战斗中，第4近卫坦克师成编制的抛弃武器撤退，就足以说明问题。这迫使俄军寻求新鲜血液，例如瓦格纳雇佣兵、白俄罗斯的武装部队以及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地依附于亲俄政权的武装人员等。尤其是雇佣兵集团的做大，更是给2023年中的瓦格纳集团兵变埋下了伏笔。在这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普里戈金的故事，就不难发现，俄军内部的矛盾可谓是错综复杂。出身上层的高级将领大多和寡头不清不楚，军旅世家的少爷们依靠裙带关系和家庭背景，很快就能成为俄军的高级军官。而普里戈金的瓦格纳集团只是一群拿着高工资的犯罪分子，这就直接导致了瓦格纳和俄军的冲突。在2022年俄军吃瘪之前，瓦格纳是没有什么声量的，但随着这群雇佣兵越来越壮大，普里戈金也就从一介厨子变成了敢于公开在社交媒体上痛骂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豪强。只不过普里戈金不是董卓，克格勃出身的总统普京也不是汉奸帝。当普里戈金开始用地堡里的快乐爷爷来称呼普京的时候，他的死期就已经不远了。从普里戈金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实现细节如何，当今的俄罗斯联邦在结构上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国家。克里姆林宫的穹顶掩盖着的是一群帮派分子的蝇营狗苟，不论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都不过是他们主力的工具而已。聊完了俄罗斯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之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表现证明，乌军有能力在陆海空等多个领域与俄军抗衡。在战争爆发之前，这一点是很多国际评论家很难想象到的，甚至美国情报官员都相信基辅将在96小时内沦陷。事实上，在最开始的几个星期里，俄军几乎要拿下基辅，但各地的乌军重新组织起来，挡住了俄军进攻的矛头。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从主观上来说，我们可以想象泽连斯基在面对俄军全面进攻时的慌张。例如，在战争爆发的第2天，俄军空降部队就已经进入基辅郊区，显然就是冲着泽连斯基本人来的。而他的慌乱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他曾在2月25日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请求乌克兰人阻止俄军的推进。基辅当局开始组织民兵预备队，向基辅居民发放枪支弹药等，这些决策显然是在恐慌中做出的。然而，乌克兰人很快发现，俄罗斯既没有建立空中优势，也没有摧毁乌克兰的指挥链，乌克兰的通信指挥和控制系统仍然完好无损，这又给后面乌克兰的防守反击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过程当中，泽连斯基发挥了重要作用。留在基辅的泽连斯基拒绝了美国撤离的提议，反而要求美国与北约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更多的弹药。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泽连斯基的英雄行为。不过从现实上来说，这和泽连斯基本人是分不开的。对乌克兰近些年局势有所了解的朋友，或许还记得，这位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并不是一个职业政客，在参政之前，他是一个职业喜剧演员。直到2019年，他还在出演电视剧。正因如此，几乎毫无根基的政治素人泽连斯基能够顶住压力，在每天被空袭的基辅领导一个积贫积弱的乌克兰，对抗世界顶级核大国的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英雄行为。
然而，乌克兰的内部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包括腐败、经济衰落、人口流失、民族成分复杂等等。但经过与俄罗斯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仍在人间的乌克兰能否凤凰涅槃，我们将拭目以待。